大家好，这里是元某人，欢迎来到本期的版本风向。过去的版本解读是我们思考什么是版本的正确答案，而版本风向我们就聊聊当下什么可能是错误答案，并且讲明白那为什么是错的。本期我们就先聊一个我观察下来，当下80%的队伍都遇到过，但都没有太思考的一个思维困境，我称之为男爵陷阱。那我们先从案例出发，这场涅槃大小王的焦点战 ，IG 在23分钟的小龙团里，他们打出了一波0换3，并且顺势拿下男爵。到这里 ，IG 的优势应该很大，对吧？但在随后吃完男爵出来的小龙团2番战里，The Shy 的冒进导致了帅轩被秒，再然后小龙团拉扯 ，NIP 收下小龙点到为止。从一个大回合运营的角度 ，IG 整体的收益肯定是赚的。用一个人头加一条小龙的代价拿到了一个男爵加3个头，经济小小的拉开了。但看男爵回合结束后的局面 ，NIP 听牌龙魂有希维尔洗线发育，并且配的卡尔玛团战还有波比这样的防守大闸，局势上哪怕 IG 有经济领先，但其实节奏已经回到 NIP 手里了嘛。就一个大回合里，我净赚2个人头加男爵，怎么反而最后算下来我还亏节奏了呢？当然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说啊，废话呀，The Shy送了，小龙丢了，进攻势头被拖延了啊，没错，The Shy确实给了大机会，但从更大的维度看，打团碰撞就是会有问题。运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掉这些风险，去除不确定性。这波大伙细想一下，为什么 IG 会被动？因为 IG 这边都没关键技能，武器、猴子、萨拉芬尼第一时间都没大招，也就是说 IG 怎么都不能接受打起来。那 IG 理论上的运营应该怎么样？等大招好了再靠过来，对不对？但实际上这种运营是很难做到的。在 IG 的第一视角里 ，Rookie 已经交 TP 出来抢线了，我中路也在推线，野辅先落位的情况下，你出门比我晚，我怎么可能轻易的主动让位置给 NIP 呢？事实上 ，IG 它更早的就看到了 Care 的位置，他们甚至想在 NIP 集结前我先耗塞拉斯一套。可问题又来了 ，NIP 凭什么会抱团落位更快呢？要知道 ，IG 吃完男爵回城到家 ，NIP 的 AD 和打野甚至都还差3秒才复活。原因就在于家园卫士，在今年的版本里，家园卫士得到了很大的调整。前期死了，上线很快，这点大伙都知道，但很少有人刻意去关注14分钟以后家园卫士的应用。在14分钟以后呢，家园卫士给的额外移速会从60%提升到150，也就是说，你的2级鞋出门上线能够有600的移速。同时，家园卫士的扩大范围也会从看防御塔变成了在你兵线后约1000码。什么意思？比如我上路兵线已经推到高地了，那么我可以一直维持家园卫士到对面接近2塔的这个程度。NIP 这轮的超预期集结速度，就是因为 Care 在 IG 去拿男爵的时候去推下塔，并且把下路线推了过去，让自家下路就能踩着家园卫士走到下路河道口的入口，这才有了风月的睁眼给 Care 投塞了芬尼的大招。再然后 IG 看你 Care 位置过于深入，以为落单，想包饺子，结果被反包。最终是波比的 TP 加轮子妈的提前落位，放大了 The Shy 上头 Q 白给的这个结果。事实上，今年因为错估家园卫士带来的速度增幅，而导致队伍在不希望打架时被强开，已经是很多队伍的常态了。从全局节奏来说，这波虽然 NIP 没有大获全胜，但也因为拿到小龙加延缓 IG 的男爵攻势，最终用不到1000经济为代价，那也稳住了局势。那为什么我说是男爵困境？因为这是一种思维惯性带来的选择困境。再看一个案例 ，T1 打 HLE 的第2场，这场 T1 也是相似的场景，中期河道团战 T1 大胜，完美0换4，吃完男爵。Faker 还在边线再抓死了 Guma UC 的炸弹人，等于是0换5加男爵。正常来说，这种局怎么都拿下了。但 T1 也出了问题啊！在小龙即将刷新的时候 ，T1 中野先是抓边，趁你炸弹人不在，并且在卡纳比用了 EQ 后选择了个回旋踢，那卡纳比马上闪现走，2个大召唤1个闪，此时局势瞬间尴尬了。对于 T1 来说，因为小龙要刷了，而 T1 其实是不愿意让 HLE 过来打资源55团的，毕竟 HLE 的阵容是抱团特别狠的前后排阵容 ，T1 这边很难有人去吃牛头压力，谁吃2连都不是很合适，何况盲僧还有洛克都没大了。最终的结果就是 HLE 抱团硬挤了过来 ，Faker 想卡位置反应慢了，在一个很敏感的位置被直接2连秒杀，有闪有金身没开出来。后续 T1 虽然控下小龙，但被朗姆预判大招到，盲僧的 W 直接一波 combo 爆炸。这波我们先不急着喷，再假设一下啊，这里 Faker 阵完后，盲僧没吃到这个大招，成功撤退，但局势和 IG 反而也是一样的，都是白给了一个。但后续 T1 能推进吗？4个人你也不敢吧，最多就再得一个中2塔，那整个男爵回合其实也结束了。此时即便是把经济差从3000领先变成4000，但从上帝视角看，局面没有发生改变啊。T1 阵容缺乏优质前排的问题不会得到解决。这个游戏一旦进入到打架打团这种大乱斗环节，运营就没有意义了，甚至经济也很难去弥补阵容和落位带来的天然缺陷。这里最理智的可能就是没有大招后我就不管小龙了，直接靠兵线逼韩华守线。事实上这一期到后期就是因为 T1 阵容很难抢落位，毕竟面对的可是牛头加发条，那 T1 前排又只是战士。
所以 T1 最后被 HLE 逼入了要靠男爵换龙魂的这个回合里，然后 HLE 通过一个对多兰的击杀，直接就平推 T1 的基地了。可以说 Faker 和 The Shy 的掉点确实摧毁了 IG 与 T1 在男爵回合的雪球，但大伙应该也感觉到了，就 T1 和 IG 在拿到男爵后，其实感觉真没拿到什么优势。虽然确实有人在给机会，但对面就是想落位就落位，想打团就能打团，这和过去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过去拿男爵的一方，对方都是要避战的，你硬要过来接团，代价是肯定要支付一点的。拿了大龙，理论上应该可以靠着属性的 buff 与兵线带来的优势来滚雪球啊，甚至这个优势往往能够抹平阵容的劣势。但现在男爵 buff 感觉除了兵线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原因就在于当下男爵的收益已经很低了，但很多队伍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其实是和经济有关，我在上期就跟大伙算过，现在因为任务系统发钱发经验，中期兵线也更多更频繁，还有不再随着时间消逝能够持续提款的镀层，这是一个经济空前膨胀疯狂虚空印钱的版本，大伙都太有钱了。我们简单对比一下嘛， T1 在 H14 打奸计，这场28分钟 T1 总经济是5万出头，奸计甚至不到5万，而同样28分钟 T1 打标剧的决赛第5把28分钟那波逆转大龙团前，两边的经济也都仅仅是5万出头，也就是说28分钟5万经济是常态。到了 S15 同样决赛第5把 T1 在28分钟团灭了 KT， 去吃男爵前在领先6000的情况下就14个人头的局他们的总经济也才5万出头。而更穷的 S11 就更别说了，决赛第5把大伙可以看到28分钟 EDG 和 DK 都是4万4的总经济。但现在的版本呢，我们还是随便找个例子EWC T1 输给 KC 的那个 BO3， 第一把28分钟 T1 已经领先了1万1，经济甚至快突破6万了，而第二把 T1 在劣势的情况下28分钟也有5万多的总经济，而优势方的 KC 在28分钟已经到5万7了，第三把落后的 KC 在28分钟也有5万2的总经济，就大伙可以明显发现现在的钱就是更多的，这意味着成型更快了，而且等级上我们随便对比一下也是能看到同样28分钟这个版本等级就是更高的。可以说因为经济膨胀导致了经济收益的边际效益在递减，大家都知道10分钟领先3000和30分钟领先3000真不是一回事儿，原因就是当经济总量在增加的时候，领先的百分比是在降低的，领先从来不看绝对值而是看相对值，所以这个版本很难1打5，因为大伙都有钱，劣势方也有发育，但问题是男爵在获取成本增加的情况下收益降低了，而且降低了很多，就不说男爵的伤害更高同时也更肉，获取成本更高这一点，哪怕我们就盯着收益这块也能看出男爵的性价比是在降低的，经济总收入从1500暴跌到了850，而且拿下男爵的才有额外的100块，其他每个人甚至才150的收入，150块说实话不如带波线摸个塔皮，何况男爵的总经验也被降低了，过去你拿了男爵随便吃点野和线你就能领先半件装备的一个节奏，再加上男爵 buff 自带的增益数值上就很得劲了，对手的团战难度自然大，但现在男爵的钱少了，经验也少了，同时整个环境因为经济膨胀导致数值大家普遍高，那男爵带来的实际收入下降的比测算的还要大，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版本超级爱抱团的 WE 表现的虽然有波动，但他总是能赢头部强队，因为现在经济优势没法抹平阵容劣势，经济的优势看着是比实际要少的，当经济来到5万的时候人均就有3件套了，也就是说大部分英雄都能成型，所以此时高估男爵的价值会让很多队伍进入到一个奇怪的困境，就是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优势，但我拿了男爵我认为我优势，此时我不可能又不做事，但你做事反而会给机会。我们继续看案例嘛，滔博和 WE 这一场 WE 先是1换2，随后看男爵，此时 WE 是经济领先 1.5k， 那滔博防守男爵成功，添惩戒抢走，虽然小奶油的加里奥阵亡，但随后滔博打出了一波完美的团灭，相当于2换5嘛，在拆掉伤害的情况下，滔博的总经济也就追回了2500这样。但因为有人阵亡，进攻必然存在漏timing的情况， WE 靠着双 TP 和 Monkey 的开团一波反抓，再换回3个头加一波反推，最终一看我靠，经济又回到了 WE 领先 1.5k， 白忙活。就大伙要明白 WE 这个阵容为兰博爱惜狐狸抓不到机会反而是小概率事件，从3个例子看起来大伙应该能感觉到男爵回合被空过，被防守方扛住，其实没有大伙想的那么高难度，有些阵容反而就怕你不推进呢，比如京东打标剧的决胜局那场，京东超大优势拿男爵，然后左手狐狸一波突然抓机会，落后8300带队打了一波0换3加拿小路，后续反而开始要进入到标剧的推塔节奏了，如果不是后续越下塔，京东下路因为踩着这边位势来的实在太快，标剧没算好这个支援速度，按以前那标剧甚至可能杀完人后安然离场，那是不是京东又要会白等4到5分钟的节奏，作为阵容的进攻节奏会断的，当然京东阵容推下去也不虚，但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过去为什么拿了男爵经常一路给你推完，就是因为对方 C 位装备
经常不够，你输出不足，清线压力就大。但这个版本不是这样啊，3C 加打野都不会特别穷，虽然被对面压制肯定还是穷的，但穷是和对面比，如果是和过去的版本比，现在不管是等级还是经济都会更高。而小兵本身没有改变啊，那清线难度也下降了，而有了装备和等级，人数差的价值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 WE 在第二赛段领悟的亏线抱团打法能那么有效，因为对位经济差比过去更虚了，那人数差的价值就自然更高。EWC 上 T1 输给 KC 的第二小局也是这样，28分钟 T1 放小龙位置拿男爵，看着很优啊，上路也破了高地，但没有小龙位置，他们挤不过去了。T1 其实拿了水龙魂，加上男爵 buff 就等于赢，所以 T1 犹豫了一下，还是想接龙团，大不了我杀人再推加。结果 KC 的卢虽然被压经济，但人家还是实打实的有3件套啊。我不否认这波团 T1 自己在犯病，导致拿了男爵还死了人，进攻节奏被自己延缓掉了。但假如 T1 能想清楚男爵价值没那么大，就老老实实的我先落位给你打龙魂团，让 KC 来拼龙，我以霞洛的阵地能力 KC 抢龙我就杀人，杀的人多我就考虑一波，杀的人少我再拿男爵，这样的一个运营既不烧脑，反而更容易拿到大结果。男爵陷阱的本质是男爵对于绝大多数玩家他都有思想刚硬，拿了就舒服，拿了就优势，能拿一定要拿。也确实没见过多少队伍能够抵御男爵诱惑，但当下从客观的数字层面，任务系统加镀层的硬钱导致了通货膨胀，男爵在获取难度更高的情况下，收益就是被稀释很多的。你拿了就一定会想做事儿，不是说能拿不拿啊，而是要更加权衡利弊的去审视男爵的价值。拿了男爵的尽量不要贪，防守男爵时也不要因为丢了男爵而放弃思考。还是前面说的，家园卫士真的14分钟后支援的太快了，只要有兵线，支援速度很容易超出预期。在 EWC 上，标局输给 DK 的第8也是，标局拿了男爵，中路抱团推进也是大赚特赚啊。DK 甚至守塔还连续死人掉点，可就是因为回家补给再出门太快，你2速鞋600码的支援速度，导致标局2轮推进时 buff 消失，后面你稍微再贪一点，被开后就走不了了。从布置和分线上，标局其实没什么毛病，兵有 TP 当然要去守中线，但你面对 DK， 你一波机会不让泰坦找是很难的。结果一波没处理好，连环影响到了后续小龙节奏的爆炸，而这种情况在当下的职业赛场实在太常见了，尤其是像标局 T1 这类非常强调进攻节奏的队伍，标局领先9000都能被滔博翻盘，固然有选手决策问题，该走不走，但很多时候困境在于你拿了男爵一定是想尽量扩大优势的，你不会接受这个回合空过，这是人之常情。可一旦有纰漏就会有意外，而一旦进入到连续打架环节，那后续就不好说了。这里文波现在上路被抓死，然后滔博推完上路线给压力，再利用家园卫士马上下半区反打，那标局没忍住硬接就爆炸了呗。滔博大力士下靠人数差打了一个整体上的3换5，后续标局没有男爵 buff 去钓鱼，对于滔博来说局势也就完全稳住了。那标局这边操作稀碎的问题固然影响大，但和前面的其他队伍案例一样，这个版本拿了男爵的一方是很容易被家园卫士的袭击给搞懵逼的，而在这种交手的过程中一点机会不给也很难，因为男爵方一定想多分路区带线，这是扩大优势滚雪球的必然。可防守方因为有家园卫士，且整个环境大伙都比较有等级，也都有伤害，所以防守方主动抓机会打人数差的执行难度也更低。在这种环境下就造就了男爵不再是终结比赛的核心手段，你只能讲男爵它是天头，但不是过去那种我一条大龙直接翻的程度。那基于以上的理解，我们可以对一些比赛的运营方式做一些思路转变。那既然有进攻压力，拿了男爵不一定能终结比赛，尤其对手有洗线能力很强阵容时，那此时男爵用来钓鱼会不会比我直接拿了更好呢？我们还是按案例来讲，这场 T1 打 DK 的第2场 ，T1 在23分钟用了一个放小龙吃男爵的运营，成功的拿下了男爵 ，DK 则吃了自己的第2条小龙。我们看后续 DK 的处理，下路先是试探性的抓了一波补线的瑞兹，虽然只打出大招，但这里延缓了 T1 的一些推进节奏，瑞兹没法单带了。而 T1 又是一个手比较短的阵容，拆塔是有点困难的，所以当 C5 中路单杀掉多兰以后 ，T1 的整个男爵进攻回合就彻底结束了。这里其实 DK 多派一个人去蹲，确保中路能抓死人，我觉得都是值得。那拿完男爵时 ，T1 的经济领先是 2.3K， 而推到上2的情况下，最终男爵回合结束 ，T1 也就将经济领先拉开到 3.1K， 最终 T1 赢游戏也是靠着卢锡安的中路一波暴起，我直接就杀人推加了。所以 DK 的处理背后的结果很值得我们思考，因为防守男爵 buff 进攻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吃完男爵，对方必然是要避一轮回家补给的。此时如果劣势方选择退一路的兵线作为强侧，我再利用家园卫士的速度，用自己先落位的优势，我偷一套你男爵方，不管是为后续的资源团打架，还是说延缓对面推进，都很容易拿到结果。哪怕你就是给个眼做绕后也都可以。我们拿 LPL 的案例来说一个反例，这是最近滔博打 AL 的一把，28分钟可以看到，虽然经济面板是输的，但反而 AL 平均等级和装备它有领先。那中路这里他攒皇子死后，滔博选择开男爵。
爵 ，AL 的反应是什么？守男爵我全去。但如果我们按本期的一个理念，男爵给你就给了 ，AL 直接一个赤小龙加推下路线，我把下路深推过去，你纳尔没闪，其余4个人则手短。那 AL 这边朗姆加艾希是不是能找一波机会先处理掉纳尔，然后再拖几分钟，皇子的春哥有了，团战画面就舒服很多啊。虽然我说的这个处理不一定有好结果，但肯定比带着一个没有大招的萨拉芬妮和朗姆去硬挤男爵坑要有性价比。这波回合其实扛过去就已经是30分钟了，游戏只要进入28分钟往后，其实杀到1到2个人你都有机会一波，因为死亡时间是真的久，基本都是50秒起。当然这些都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本期我们想和大伙分享的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思路的转变。既然男爵性价比没有那么高，我是不是就需要多考虑后续的画面？比如开头 IG 那场比赛，我杀完人就选择稳稳吃龙，我把局势控住，把边线全部处理好，甚至从短期的经济收益来说，这种还不比你吃男爵要低。之后我处理完线，再围绕着男爵 B 团做2次钓鱼，去利用闪现差打架，会不会是更稳定的一种运营方式呢？我觉得这就是新版本对于很多队伍，尤其是偏好进攻队伍必须要解决、必须要思考的一个课题。再次强调啊，不是说不让拿男爵，而是对于男爵的价值思考和相关的运营策略，我认为需要改变。那本期内容其实就这么多，最后多说一下，因为现在更新频率比较低，过去我比较追求把所有东西都想明白，都能讲清楚了再给大伙分享。那现在我觉得可以改变一下，因为如果一直追求新理解新东西，这个确实有点太难了，所以往后会有更多像这一期这种，我可能没有说完全搞明白，只是观察到现象，但我觉得值得和大伙讨论，那我就先把视频给做了。我的结论当然也算不上说肯定对，就纯分享一下我的观察。那觉得会有启发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那我是袁某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